海人，欢迎你回到三体。土壤颜色又变了，新气候条件下的成分改变。这是过去了多少年？金字塔和甘仓也变化好大。海人，你认识我？我是秦古力。上次来这里的时候，金字塔还是埃及式的，现在却变成阿兹特克式。那是因为这是一次完全不同的新文明。你是要去塔顶吗？是，我是要去。去看看。对于这个世界的秘密有太多的猜想，塔顶的仪器或许会帮助到你。你好，我是海人。我知道你追随过周文王，对吗？我是和他一起来过这里的，但是我并不是他的追随者，因为我不认可他的理论。你是对的。你有找到太阳运行的规律吗？让我带你去看一看上次文明的努力。从周文王的137号文明到今天，文明重新启动了4次，最短的一次只走完石器时代的一半，但139号文明创造了记录，竟然走到了蒸汽时代。那个是什么？那是孔子。孔子。果然，在这个里面，时空还有人命都是错乱的，不过就是个代表而已。他认为一切合乎理，宇宙万物都不例外，于是他就制造出一道宇宙的礼法系统。结果可想而知。是的，他计算出太阳该巡礼之时，就预测了一次长达5年的恒纪元。你还真别说，他这次居然持续了1个月之久。结果突然有一天，太阳就再没有出来过了。不，太阳升起来了，升到了正空，但突然熄灭了。什么？熄灭？是。
带你吃好吃的。就是平时你爸你妈不让你吃的，我带你去。OK。药厂排污丑闻不断。据悉，这些垃圾都是附近的药厂流出来的化学废渣。这些废渣中的有毒物质会直接污染土壤和农作物。村民饲养的牲畜吃了这些垃圾，毒素会在体内永久存留，而这些污染最终会通过食物进入到人体。根据医院提供的数据显示，在药厂附近的村子已经出现了27个新生的畸形儿。原本应该为健康服务的医药科技，为什么会变成了害人的恶魔？科技发展为人类带来的究竟是果实还是毒瘤？如果在您的身边也有这样的新闻，喂，那个记者，木星，你查他在哪儿？吃完了想吃卤煮吗？守护家人用对药，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邀您观看《三体》精彩剧集。黄米香，入口糯，兔年怎能不思念？思念大黄米汤圆，邀您继续观看《三体》。这个就是你说的实际的东西吗？是的，我也有理论，但不是玄学，都是经过大量的观测总结出来的。首先，你知道什么是宇宙吗？是什么？宇宙是漂浮于火海中的一个大空心球，球的表面有很多的小洞和大洞。火海的光芒从这洞中透进来，小的是星星，大的是太阳。我们看到的斗转星移、日升日落，都是这个大球在转动。如果说所有的球洞全都是在同一个球面上的话，那你又怎么解释恒星和群星之间的相对运动呢？很对，所以呢，我推出了经过修正的模型。宇宙之球是由2层球壳构成的。进来。王教授您好，石队在吗？你以一当十是吧？我以为你和石队都在游戏里，所以来找他汇报工作，没想到被汪教授征用了。我刚才确实是在游戏里边，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清楚，所以就暂时退出来了。墨子给我讲了他的巨大仪器的理论结构。我就想在电脑里面做出这样一个简单的模型，方便让我自己理解。可惜我能力有限，还好你来了。这个就是模型了，就像墨子说的，天空是内层壳，上面有大量小洞。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个外层球壳，上面有一个大洞，然后加上光。对，是这个样子。光透过这个洞进行反射，还有散射。就能够把整个的下层全都照亮，然后这些光再穿过这些小洞，
那就是我们晚上所看到的星星。这个理论听上去很棒，但是太阳呢？在游戏里边，我也问墨子了。墨子说，太阳就是外层壳上的大洞投射到内层壳的巨大光斑。这个巨大光斑非常的亮，所以它就像穿透鸡蛋壳一样，可以穿透整个内层，也就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在它周围有很强的反射光，可以让整个内层都变亮，这就是我们看到白天的情况。这个假设非常大胆。不过似乎应该有一种力量驱动这2层球壳不规则转动，才符合三体世界的情况。墨子说了，这是宇宙之外一个火海。这不合理吧？在这个双壳模型中，太阳既然是外部壳投射的巨大光斑，那它的大小和亮度应该是恒定的。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墨子鄙视了我。啊？他说我把这个模型想得太简单了。套装被白费了。好。怎么样？露露好吃吗？好吃。史队呢？哦，帮我带孩子呢。还想干嘛？跟叔叔说，让叔叔带你去滑冰去。妈妈说滑冰危险，我这个年龄还不能玩。汪教授，您心真大。啊？滑冰有什么危险的呀？你这个年龄，你多大了？再说有叔叔在就不危险。叔叔你可太酷了。酷吗？哎，其实叔叔一点都不酷。我儿子小时候啊，总想去玩，我不让。现在想想挺后悔。你说想玩就玩呗，啊，谁知道明天啥样啊？是不是？叔叔，室内不准吸烟。好，滑冰去，走。你怎么总是提飞仙？它们都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是宇宙球内乱飞的灰尘。不，飞行很重要。那你这个模型又如何解释孔子时期太阳突然的熄灭呢？那是个罕见的例外，可能是宇宙外火海中的一个暗斑或黑云，正好飘过外球壳上的大洞。我的宇宙模型论证了这一点。所以现在这个模型就是你认为造出来的宇宙机器吗？对，我制造出来的宇宙机器。这光源可是用从几十万只萤火虫中提炼出来的荧光材料制成的，发出的是冷光，让记录员可以在里边长期待下去。球里居然还有人？当然，记录员很重要。将模拟宇宙设定到现实宇宙的某一状态后，我的机器将准确模拟出未来的宇宙状态，当然也能模拟出太阳的运行状态。它会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这是什么？你的观测记录吗？
这些记录是一本准确的万年历，是过去上百个文明梦寐以求的东西呀。海人啊，你来得正好。模拟宇宙刚刚显示，一个长达4年的恒纪元即将开始。汉武帝已经根据我的预测发布了禁炮诏书，让我们等着看看吧。你可以调出游戏的界面，将时光流逝的速度调得快些。纪元开始了，合适的温度，文明的春天。你不下去投身于这美妙的生活吗？刚复活的女性是最渴望爱情的。终结，我是最后的胜者。你做的这一台模拟宇宙的机器确实是精妙绝伦，可是它的预测，我能用一下那台望远镜观测天象吗？当然可以，你请。慢着，你要看太阳。得用这个烟熏的滤片。你看，太阳是一个实体，它中间有一个小小的核心，这个核心才是太阳，周围都是它所散发出来的光芒。这也许只是视觉的误差吧。干脆再加快一点，有利于观测天象的运动。看起来，太阳可能不会再出来了，和137号文明的结局一样。我的预测不会错。看，金色大地，这不是地平线，这是太阳。
子，看起来我们也需要脱水了。不会，不需要。恒纪元将继续，宇宙是台机器，我造出了这台机器。木子。 第141号文明在烈焰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东汉层次，文明的种子仍在，它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您再次登陆。飞行，飞行。 豆豆，谁让你吃冰淇淋了？我就吃了一个。世强啊，你带我女儿吃冰激凌是吧？没抽烟。晚上你们吃什么？牛排。卤煮牛排是吧？我没抽烟。叔叔还带我滑旱冰啦。反正没抽烟。行。我心真是够大的。拿来。哎，你干嘛呀你？吃给我。 进游戏有什么新发现吗？晚点再说，先送孩子回家。你总得有点什么收获吧？有，你容我想想。豆豆，走了。那个飞星是什么呀？刚才你手都给冰这么凉了。啊？没想到我见证了墨子文明的毁灭，伟大的天文现象，太伟大了！这个游戏太伟大了。怎么伟大了？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解释，我推荐你看一些这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比如说《91个太阳》、恒星的结构和演化。回头我列个书单给你。哦，对了，那4套微装我让他们给你寄回来了。你早说玩的是这样的游戏，我就不找他们来了。那一帮人见怪就打，怎么能玩得了这么高级的游戏？幸亏我没有早点进游戏，如果早进去，没准被你的队友打死了。来吧，说正事儿啊。3位，你们呢，玩这游戏也玩了一段时间了。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你们说完，每一句话我都能听懂，就算成了，行吧？来吧。在这个游戏里，文明在恒纪元的时候会获得短暂的发展，在乱纪元的时候，文明会停止发展，甚至于毁灭。所以说，这个游戏的任务就是找出恒纪元出现的规律。能明白。就好像春夏秋冬一样，我们的古人为了农业生产，必须总结出4季变化的规律。比如说古代时候的历法、节气，都是为了把这些规律总结出来，好让人们能够在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储存粮食，然后过冬。也能明白。但是游戏世界里的太阳并不像4季变化那么容易掌握，恒纪元和烂纪元的规律非常混乱，就像地震一样，我们的科技发展到今天都没有办法预测。所以，只要能预测恒纪元，那这游戏就算通关了。没错。那预测呀？所有3体游戏中的人都在预测恒纪元。周文王用占卜的方式来预测恒纪元，139号文明的人为了预测恒纪元，穿越整个的世界去观测太阳。孔子利用宇宙礼法去预测，墨子利用自己建起来的宇宙巨大模型来预测恒纪元。他们所有的人都渴望得到一本准确的万年历。明白。他们很努力，但是并没有成功。那为什么呢？因为3体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不同。哪儿不同了？太阳。知己。这次的太阳怎么了？
阳突然出现在面前，巨大无比。不明白。这么说，就像在我们现在的世界里面，黎明的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来，但就在1秒钟，就1秒钟之后，太阳突然就跳到了正午的位置。而且墨子说了，在孔子那个时期，太阳熄灭，就是突然之间发生的。他还是没明白。你来看，假如说这个是孔子时代的太阳，突然之间它就熄灭了。太阳有开关，那不可能啊！但是太阳会移动啊，它可以用非常快的速度远离或者靠近我们，因为速度太快了，所以看上去就好像开灯还有关灯一样。明白了。孔子的关灯，那就相当于太阳飞速远离；墨子的开灯，那就是太阳迅速靠近，对吧？没错。而且墨子还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在孔子时期，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颗飞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太阳突然熄灭之后，原本被太阳光芒所掩盖的飞星，就得以被我们看到了。又不明白了。手电有没有？有，帮我找一个。那个就是太阳啊，这个就是飞星。看不到，是因为太阳的光太强了，所以掩盖了飞星的光芒。但是当太阳熄灭之后，看，飞星出现了。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只不过我现在还没有想明白，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才能够了解。太阳的速度会这么快吗？不可能啊！在三体的世界，可能。明白了。哎，你别说，你把这个关了还有点不适应，你打开。游戏中太阳的运行如此没有规律，已经是我们常识之外的事情，就好像宇宙闪烁一样，不可理喻。我现在开始慢慢明白这个游戏。或许我们找到太阳运行的规律之后，就能明白宇宙闪烁是怎么回事。沈宇飞说的没错，答案就在游戏里面。那行，你们路上慢点开，晚安。怎么了？那个沙日山，他只玩了一次，就有这么多发现，是不是研究天体物理的会有帮助啊？那肯定的呀。那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还有个墙外援啊。谁呀？叶文洁啊，研究天体物理的，比沙日山还闲，说不定还很喜欢跟人聊天。你琢磨琢磨。为什么要引导汪淼去见叶文洁啊？我觉得杨东死这件事儿，他表现得太平静了。我让你常跟记者怎么样？
喂，叶老师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我想看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有些问题我想请教您。好的，那到时候我等您。叶老师再见。喂，您好，请问是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吗？我找木星。您找木星是有什么新闻线索要提供吗？说一下。木星大记者，你就不能雇一个接线员吗？你这又报道什么呢？很明显啊，超量排放。你都哪儿来的这消息啊？总会有人提供线索的，像我这样的人多了，真相就不容易被掩盖住。你们？那你们的目的是什么呀？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啊。知道真相没错啊，但你们报道的落点有问题。药厂排污超标，你不去谴责监督部门，也不去督促相关人员治理，而是一个劲儿的要告诫大家要警惕科技发展，让人们与科技为敌，这什么意思呀？人们应该抵触的是科技带来的危害，而不是科技本身。再说我只是客观地展示了事实，并没有干预他们的选择呀。怎么没干预啊？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干预了。你们到底谁呀？当你把你们换成我们的时候，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那我们是谁呀？我们就是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啊，一边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利，一边在承受着它的危害。我呢，就是想成为那个揭露真相的人，而你，就是那个掩盖真相的人。我要是想掩盖真相啊，早把你抓起来了。哼，你又不是没抓过。只是很可惜，上一次你没有给我提供什么有用的线索。哎，如果下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我欢迎你随时来抓我。我看了你的报道，原来不这样，原来陈述事实的时候都非常客观，现在呢，明显是带着不怀好意的引导性。你好好想想，这为什么？啊？我早晚会查出来，你们到底是谁。好啊，那我们就一起查呗。An explosion ripped through a lab earlier this morning. Several of the country's top scientists were conducting as experiments. We're in charge of the scene there now. What we'll tell the public is the scientists died in an unfortunate accident during the experiment. What we've got is much worse. The cause of the explosion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Stay tuned for more details. The enemy has already begun his massacre. They were playing bridge at one of their monthly get-togethers. They even got a Nobel Prize winner. They're getting more bold. We can't afford just to sit around. We need to react. 那对重点人群的保护依旧是无效的吗？ General Chang, you can't predict the enemy. 喂，太过分了你！4个科学家，其中还有个是诺奖得主，他们都是有可能给三体研究带来突破性进展的人。我干涉过你们任何行为，所以你们也别干涉我。我认为不管是你还是我们都应该遵循主的意志。我们这些表面上走到一起的人，实际上就是2个极端的敌人。是的，你们一直借着主的力量来反对人类。
你这么理解也对。我们需要主降临世界，惩罚那些早就应该受到惩罚的罪恶，但你却在阻止这种降临，所以我们势不两立。主，不因为你们所用。你也不是在服务主。你们要是不停止，我们会让你们停止。你认为统帅会允许你们这么做吗？统帅，造成这一切，不就是统帅？是您的车吧？不好意思啊，我把您的车撞了，实在不好意思。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之前我在论文上看到的都是你的理论，没想到你的实践已经到了这么深的程度。还是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量产嘛，总会解决的。之前我就说过。你研究应用物理很有现实意义，但还是自己的知识储备太浅了，不然也不会麻烦您，向您请教这么多关于恒星运动的问题。谢谢你今天能过来，叶老师。我今天给你讲的理论是书上有的，你的实验室才让我大开眼界，算是我们俩相互交流学习吧。我还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您了解飞星吗？飞星？你说的是流星，还是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恒星？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自转和公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啊，这边请。我突然想到我一个朋友，每次他听到飞星，都会说飞星就是到处乱飞的星星。这么理解也可以。印象中10几年前，国外的一些书籍和论文上也有提到过。所以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做过研究，不过没有什么结果。如果你想深入了解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2本书。好啊，啊，这里就是我的办公室。叶老师，您坐。那麻烦您一下，帮我把那2本书的名字就写在这里就好了。啊，叶老师，这个红参还是您送我的，我经常拿它泡点水喝，挺好的，谢谢您啊。看你的脸色好多了，不过这个红参的质量还是不够好。以前在我们单位周围可以采到很好的野山参。这2本书的观点，你都可以参考参考。恒星的结构与演化，恒星运动与宇宙结构。好的。这2本书可能不太好找。出版日期都太久了，我给你写的是原书的书名，现在应该有新的版本了。
这些资料现在都容易找了。你们现在好多了，我们那时候要是查阅资料，要提前申请，很麻烦的。许多人一有机会写那本书的人有些不负责任，书中许多内容和事实有很大的出入。那真实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对不起啊，叶老师，问得太冒昧了，对不起啊。不，纠正一下也是应该的。那个时候，我以为这辈子彻底完了，甚至会死在那间屋子里。守护家人用对药，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邀您观看《三体》精彩剧集。黄米香，入口糯，兔年怎能不思念？思念大黄米汤圆，邀您继续观看《三体》。渠道给我搞的人还用费电警察。首先，项目的保密级别，更重要的是它的保密条例。工作隔离周期那么长，有家属的你就别想了，我就差跟你硬掉了我。那不有两个人挺合适的吗？人家宁可待在武器干校都不过来。这种违反常规的硬调不能再来了啊！我跟你说，你这个项目本身就是违反常规的，这出了事我来负责不就得了？你负得了这个责任吗你？你一头扎在技术里头，红岸跟其他国防重点项目不同，它的复杂在技术之外。你也知道复杂呀，北边在搞，西方也在搞，你现在人都不给我，你让我怎么完成任务？我怎么？没事吧？太阳辐射层内可能产生的能量界面和其反射特性这篇论文是你写的吗？不是他写的，我让你把它弄来干嘛呀？
基地。雷志成是红岸基地的政委，杨卫宁是总工程师。如果不是他们把我调走，一切都会完全不一样。红岸到底是研究什么的？我知道您的专业是天体物理，他们是因为您的专业，所以才找到您的吗？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杨卫宁是个好人。来，坐吧。哎，少林，这是杨卫宁，刚刚考上我的研究生，叫师母吧。师傅好。坐吧。哎，坐。研究什么课题呢？啊，倾向于实验和应用方面的课题。哦，跟我的研究理论挺接近的嘛。李老师可是研究理论物理的。哦，我想投身于时代，做一些实际的贡献。理论是应用的基础，发现自然规律，难道不是对时代最大的贡献吗？这在家里想说什么说什么。是。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老叶，你可收了个好学生啊！师母，我给您买了点水果，我给您洗洗去啊。这个研究生收的不错，稳重、务实。他成绩很好，数学功底扎实，可惜对科学的态度不够真诚。我倒觉得他挺真诚的呀，他很实际，也的确是想有所贡献。从长远看，这种人以后更能创造价值。科学就是科学，真实就是真实，打不了这口。行了行了，这个话题咱俩从来就没有谈论过。因为杨卫宁是您父亲的研究生，所以他就想办法把您调了出来。他负责红岸的工程，红岸当时缺人，我由专业对口，要不然，在那个年代，他想帮也帮不了我。可即便如此，他这么做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他真的是个好人。杨总，谢谢你，自己可以。走吧，这边。
叶文洁，现在我给你一个机会。这是一个国防科研基地，里边正在进行的研究，可能你的专业知识用得上。具体的，让杨总工程师为你介绍。但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就要看你的了。我跟军管会已经了解情况了。虽然说程丽华力主重判，但是以你的情况，应该是10年左右。如果说10年之内表现良好的话，还可以减刑。但是这儿是最高密集的研究机构。当初叶老也说他有问题，你也有问题，所以以你们的情况，一旦进到这里，可能一辈子都出不来了。我进去。你先不着急做决定，飞机3个小时之后才起飞，你再好好想想。如果说拒绝的话，我到时候送你回去。我们进去吧。你要慎重。你知不知道进去之后意味着什么？我愿意在这儿待一辈子。哎，你干嘛的？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isn't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m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可能比氢弹、原子弹多点。这是机油味儿，味道比较重，但还好，你很快就会适应的。杨总，你的屋子还没收拾好，你先跟我进去吧。我就在这等着。你以后就是这儿的工作人员了。 除了极个别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去。我就在这等着。杨总，您看一下这组数据。没事。这儿条件不好，屋里没暖气。小张，到。等屋子里生完火之后，带他去休息。是。 拿着，拿着，带上，走。1号机进入检测，2号机进入检测，3号机进入检测，4号机进入检测，5号机进入检测，6号机进入检测，7号机进入检测，8号机进入检测。能源单元报告正常，编码单元报告正常。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炮兵，红岸工程第147次常规发射授权确认完毕，30秒倒数。目标类别甲3，坐标序列号 DN 2栋198 F， 定位校核完毕，25秒倒数。发射文档段22，附加5，续传5，文档最后校核完毕，20秒倒数。 能源单元报告正常，编码单元报告正常，公换单元报告正常，干扰检测报告在许可范围，程序不可逆。15秒倒数。倒计时15、14、13、12、11、10、9、8、7、6、5、4、3、2、1。 发射启动，各单元注意监测。
哎，你是洋洋吧？这每一次发射，俺这个连好收好都觉得洋洋，这话说的好。
是干一些技术上的杂事，而且是在一名安全人员的监视下进行的。没事儿，我可以自己来。我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这擦过机子，还得陪人盯着。严重的错误。严重错误？你能犯什么严重错误？就你，还不信？是有问题，这儿你负责啊。这问题你怎么没发现啊？赶紧处理。是。你不错啊，懂实验，观测能力也挺强。上大学的时候，我的导师跟我说，研究天体物理学，如果不懂实验技术，没有观测能力，理论再好也没用。至少国内是这样的。这跟你父亲，这跟他的观点倒是大相径庭。理论是应用的基础。我觉得理论研究容易在思想上犯错误。这么多的物理名词，改个名字就可以了。我更倾向同意这种看法。它太理论了。现在开始播报下周火案基地夜班值班人员表。星期一发射。不过也难怪，你的导师是国内设定天文学的泰斗，非常令人敬重。我就是在他的影响下，才开始对射电天文产生兴趣的。自学了一些电子工程和计算机专业的东西，没有这两方面的基础，我也发现不了刚才的故障。就是。哎，对了，你的研究生课题是什么？我和我的导师一起参与调试了国内第一台小型射电望远镜，也是在那个阶段，我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没想到这些知识，竟在这儿派上用场。老杨，哎，政委，故障排除了。是。你发现的？他发现的。你有射电方面的经验？巧了，他正好懂点儿。好啊，可以调他过来维护检修啊。现在这儿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行，我考虑考虑。考虑什么呀？小叶，以后这儿由你负责。老雷，那个我正要跟你说老刘的事儿呢，你过来。不是。哎，这个老刘，工作能力差，专业水平又低，为什么他检修的东西总是出错呀？我跟你说话呢，听着呢。这个人可是你用的，现在不灵用，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老刘是吧？对呀。老刘，我在做他思想工作。你思想工作解决不了能力问题。啊，当然了，思想工作也很重要啊。
啊，没叫他过来维护检修啊！现在这能指出这些问题的人太少了，以后这儿由你负责。那是我第一次在红岸获得实质性的工作。分不清楚那种心底的喜悦来自久违的信任，还是单调的忙碌。但那是一种终于可以呼吸了的感觉。吃饭都没时间，下午开会不能迟到。说的快点。哎，我说，你为什么不去食堂吃饭？家长是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啊！在食堂，你可以和大伙儿一块儿吃啊。我都是一个人吃的。我说。待会儿你还得检查几个镜子？6个。6个？不是，老刘是不是今天又没来？你把他的活干了？嗯。他生病了。他生什么病啊？这伙人见天不想干活，以前是不想干也得干。现在你来了，他天天找病。就这样下去，你都快成了俺这里的技术骨干了。你别这么说。俺看不惯他，这伙老刘天天偷懒，活就紧你干了。回头啊，我非说他不行。没事儿，我挺喜欢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号兵红岸工厂第151次常规发射，授权确认完毕，30秒倒数，目标类别甲3，坐标序列号 BN 2栋19块 F， 定位校准完毕。25秒倒数，文档最后校准完毕。20秒倒数，4单元报告队长，1、2单元报告队长，工作单元报告队长，干扰监测报告在许可范围，程序不可逆。倒计时，14、12、11、10、9、8、7、6、5、4、3、2、1。
那个，原因找到了，通知大家，是1731号的问题。确认故障设备编号1731号。确认故障设备编号1731号。没有错误，是你的设备有问题。设备有没有问题，你心里比我清楚。你不就是想让我背锅吗？该不该背锅，你心里也比我清楚。杨梅宁，你就是想让我扛这个雷。哼！老刘其实已经查到问题了，他发现的问题还有了解决办法，都写在了检修汇报单上，但是不知道被谁划掉了。知道了。其实老刘比他表面上看上去要专业的多。是，这儿配备的都是2炮最优秀的技术军官。他在电子和计算机这方面的能力，我再学一辈子都赶不上。不重要了，反正他要走。我就是想说，老刘他是有能力的，你别。我祝他挺可惜的。可惜。真是太天真了。你认为是我让他走的是吗？这穷乡僻壤，生活条件很差。当然，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但你应该清楚，一个科研人员最看重的是什么？是出科研成果。但红安系统的这些研制工作已经结束了。没有机会再出科研成果了，而且老刘心里清楚，像这种最高等级的项目当中，一旦进入核心岗位，那就是一辈子。是他自己要走的。老刘是个聪明人，在他的领域，他可以算是个天才。可他偏偏要把自己装成一个傻子。这份报告单，你知道是谁改的？对，他自己改的。他不能消极怠工，所以我们让他往东，他就拼命的努力的往西。他故意装傻，装得很好，他赢了。老雷找我谈过很多次他的能力问题，说老雷不行，这能力太差，技术也不好，还占一个岗位，赶紧走吧。那我能说什么？我只能硬扛。可是现在我觉得这样不行，再这么下去，迟早有一天他会故意搞破坏，那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没有搞破坏。我不是程丽华，老刘如果真的不想干的话，我会让他走的。但我得跟你说两句。让你来，你就做好你的分内工作，维护保养，
其他的什么都不要问，不要管。这个老刘我忍不了了啊！你先走。你别走。我知道现在让老刘滚蛋，你可能担心没人接手，对吗？小叶就很合适，学过电子，又学过计算机，又是射电方面的人才，非常全面，非常合适。他不行。为什么不行呢？你专业的东西可以慢慢学，关键是态度。小叶非常有责任心，积极要求进步。我可以保证，专业上的东西很快可以超过老刘。小叶，我跟魏宁都不是那种只看历史不看变化的，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不同意。为什么不同意呢？他不适合进入红岸的核心结构。能不能不要再说历史问题了？毛主席都说过，要辩证的看待问题。我们不能只盯着人家的过去，不看人现在的变化呀。我认为小叶来到红岸基地之后表现非常好。你先走。他的问题不是小问题。不是，这个人你当初是让我给你弄来，弄来你现在又不用，你这搞什么搞？是，他是我弄来的，我是让他来做维护检修，他不适合进入红岸的核心岗位。为什么呢？他之前犯过错误。魏明，我一个政委都不担心，你操哪门子心呐？我看这个叶文洁可用。虽然雷政委和杨卫宁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但是最终我还是接替了老刘的工作。守护家人用对药，暖暖的很贴心的999感冒灵，邀您观看《三体》精彩剧集。黄米香，肉口糯，兔年怎能不思念？思念大黄米汤圆，邀您继续观看《三体》。发射文档号27，顾家5，宣传5。红岸工程第152次发射成功，授权完毕，发射系统关闭。红岸技术监测状态，请监测部接获系统控制权，同时进行各项数据接收工作。请各单元组认真填写发射指示。完毕。来吧。董事长决定了，从今天起，你接替老刘的工作。发射科的核心工作以后由你负责。你要继续努力，保持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再提醒你一次，不该管的事别管，尤其是那些。报告，杨总。俺都听说了，
赵领导开了研究会研究了，你现在是骨干了。我去干活了。小叶，雷政委，哎，我听他们说你要申请进资料室。是的，我需要查几台机器的型号。我跟保卫部门说了，以后资料室对你正常开放。谢谢雷政委对我的信任。目前在发射系统这一块只有计算机控制部分，得一步一步的对你开放。这里的数据有问题，我理解。检查一下。查这个型号做什么？哦，最近掌握的核心多了，就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咱们是国家重点保密项目，可是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比如发射部的计算机，虽然有3台，但是都比 DJI-C30还要老，甚至还在使用磁性存储器和纸袋输入，太沉重了。最长无故障小时数不超过15个小时。我还看了红岸系统的瞄准部分，精度很低，甚至还不如一门火炮的瞄准证据。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还在建设的初期，具体的说，就像一个孩子，百废待兴，就像你们北部林场一样，客观条件肯定是不足的，但是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奇迹。这就是我们在红岸的全部任务。我明白，我会努力的。去吧，工作吧。小叶，雷政委，小叶，你来到发射部有多久了43天。记得真清楚。你对发射部这一块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这是红岸的主体，也是它的攻击部分。说一说你对这套系统的整体看法。
大胆的说。雷政委，我只负责养护和维修，红岸的整体情况，包括它的作用方式、攻击目标，我一概不知，也不允许我知道的。觉悟很高，但实事求是也很重要。如果你心里真有什么想法，可以大胆的说出来，这就我们2个人。咱们的发射主体，说白了，它不过就是个无线电发射机嘛。可以这么说。小叶，你知道微波炉吗？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奢侈玩意儿，利用微波被吸收后产生的热效应来加热食物。我之前在的那个研究所呢，为了精密测试某种元器件的高温老化，从国外进口过一台。我们当时下了班，经常用它热土豆、烤馒头。哎，很有意思啊。它加热的食物里头热了，外边还是凉的。其实红岸系统就是一台巨型的微波炉。加热的目标就是敌人在太空中的航天器。只要能达到每平方厘米0.1到1瓦的微波能量辐射，就可以直接把敌人的通讯卫星、雷达、导航这些系统的微波电子元件设备烧毁或者损坏。原来是这样，跟你想的不一样吧？红岸系统虽然只是一台电波发射机，但它却不是一台寻常设备。如果它的发射功率可以到达25兆瓦，那真的很让人震惊。这不仅远大于所有的通讯发射功率，也远大于所有的雷达发射功率。对的，红岸系统就是由一组庞大的电容提供发射能量。由于功率巨大，所以它的电路跟普通的也完全不同。我现在终于明白这种超大发射功率的用意了。只不过，系统发射的电波好像是经过调制的。是的，但这种调制和普通的无线电通讯不同，它不是为了加载信息。它是为了用一种变化的频率和振幅，来突破敌人有可能在太空中设置的屏蔽保护。当然了，这些还都在试验当中啊。我明白了，谢谢雷政委。最近，从酒泉发射了2颗标靶卫星，红岸系统进行了有效的攻击，完全成功，摧毁了目标，使卫星内部的温度达到了近1000度的高温，像里面搭载的一些仪器、摄影设备全部被损坏。在未来的实战中，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包括对方目前的主力侦察卫星 KA8。和即将发射的 KA9， 当然了，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有必要的时候，还有能力摧毁西方计划于明年发射的天空实验室。这就是红岸。哎，我来了。小叶，你先走。是。
你讲这干嘛？啊？他信了。他信了。有什么意义？啊？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我跟你说，这个叶文洁是有问题，但是叶文洁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又有积极性，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大。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我们得出成绩。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Everything I do so instinctive and so passionate. Every word I move so descriptive like an adjective. I got a vendetta against people who patented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over tracks, this and that. Spitting slow, spitting fast. I could roast, I could gas. Think I'm okay at last, but I don't know if that can erase all the past. And the pettiness, a reflection of the emptiness. Hilarious, you think you're worth my time, you're delirious. Mysterious, because you hide behind a fake exterior. Inferior, you know I'll always be a bit superior. Get off of me, this ain't no humble brag. I want you to hear words, you can say them back. I want you to feel free from the chains at last, and to believe in what you got, it was built to last, yeah. Now that I've been put through hell, I never got anyone's help. I had to do it all myself.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I don't ever slow up, no I don't take shit. I got no love for the fakeness. If you wanna play tough and wanna hate this, I'll always show up and make a statement. Gonna learn the consequence of being incompetent. Mental health is confidence, dreams and some honestness. I'm not here to save the day, that's for you to take away. I could play a million mind games, but instead I say something not illogical, something that is topical. Rub it on and watch it go, make yourself unstoppable. Dreams are irresponsible, but they're always possible. If you just believe, you could be so remarkable. Thoughts in my head, a collage and they spread. I'll be great one day, going off of my meds. No, I'm not giving up, no, I'm not giving in. I will make it to the top, taking off in the wind. I gotta make it, I'm saving every day to taste it. I'm patient, but my mind, it can hardly take. 在所有重大事务上有最终的决定权。很显然，雷志成把红案的用途告诉我，是他个人的决定。对于这份信任，我当时真的非常感激。毕竟信任，在那个年代，对我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杨总工程师，可能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杨卫宁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我可以理解他，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远了。还好雷政委信任你。是，我觉得他是个军人，有着军人的真诚和坦率。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那后来呢？是非对错，一旦在时间的尺度上，就会变得模糊。比如雷志成，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说的那些，都是骗我的。骗您的？关于红案的真实意图吗？红案建造的真实原因，远比他说的要重要，要复杂，要不可思议。红案不是用来侦查和打击帝国通信卫星的吗？
红案的真正价值。对不起，小王，这部分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我懂。对不起啊，叶老师，是我问的太多了，但是还是特别感谢你，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往事，谢谢你。啊，红案是个大微波炉，那有什么可保密的呢？叶老师没说那是微波炉，但到底是什么得你去查。啊，我知道。档案没脱密呢，老常催着呢，我也催了老常。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杨卫宁。杨卫宁怎么了？杨东也姓杨。这我没好意思问。哎呦，你这个人，你就是太不好意思了。哎，你还记得刚开始我审你的时候怎么审的吗？我当时看见杨东那照片那眼神，哎呦，那眼神，两眼放光。我怎么说的？我说认识。认识。哦，不认识。想认识。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跟你说，警察办案那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我又不是警察。我知道，我性质不是一样的吗？那游戏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吗？算是有一些收获吧，但是关于飞星，叶老师了解的也不多。飞星，哎，我好像是啊，你上午刚看过。对，这是沙日山提供的论文。你知道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吗？谁啊？杨东的妈妈，叶文洁。恒星的结构和演化，这本书叶老师给我推荐过。他说他的论文里边有很多参照这本书。得赶紧把这本书找来看看。这个论文我先带走研究一下。嗯，那我先走了。好。你更怀疑叶文洁了？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觉得他对杨东的死反应太平静了。好了，他的生活时间到了，没有任何变动化。画片吧。他接受伙计的理念，帮助汪淼实现了观测宇宙闪烁。他鼓励汪淼成哥白尼。他还是个天体物理学家，还写过飞星的论文。刚刚汪淼也说了，在红岸基地，他还很喜欢看太阳。可他偏偏跟科学边界毫无关系。我觉得他才是最大的疑点。